逆石流，我死了吗？这是哪儿？那居然是盘古，他在开天！给我开！天地初分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沉，巨大的反噬力瞬间降临。去吧，留你一线生机。高卧九重云，普谈了道真。本座红军，今日正道成圣。好强的威压，这就成圣了。3000年后，吾将于混沌外紫霄宫开讲大道，有缘者皆可来听。红军成圣，紫霄宫讲道。我真的穿越到了洪荒。我是莲花，36品混沌青莲解体后的4颗莲子之一。金莲被接引拿了，红莲在冥河手里，黑莲归了罗侯。那我就是12只净世白莲。红花白藕青荷叶，三教原来是一家。净世白莲，原著里这可是个倒霉蛋儿，要么被东王公炼化，要么被三清给分尸了。这里有先天大阵遮掩天机，不在3界5行中。如果没猜错，这里是传说中的3仙岛之一瀛洲岛，还没化形。现在的我就算是一块肥肉，谁来了都能咬一口。红军这一嗓子，等于拉开了洪荒的大争之势。接下来就是满地的大罗金仙，到处抢地盘、抢法宝。在这个吃人的世界，不争就是死。想把我炼成法宝，做梦！趁着瀛洲岛还没被发现，我要吃光这里的资源。既然不想当祭品，那就只能做执旗人。3000年，我要在紫霄宫开门前化形。紫霄宫已经开讲，我必须争分夺秒。给我破！太乙金仙巅峰，若是按部就班，恐怕连金仙都难。这张脸倒是有几分前世的影子，根脚虽好，却终究慢了一步。三清化形即是大罗。我却卡在太乙，盘古大神的馈赠，让我看看究竟是什么。来，鸿蒙亮天尺，后天功德至宝，杀人不沾因果，攻击力堪比盘古幡。此时不炼化，更待何时？这么快，仿佛它本就属于我。盘古一罪，这就是地道的眷顾吗？哦，居然诞生了一丝灵智。瀛洲岛资源有限，我不允许有第2个意识分薄我的气运。别怪我，这就是洪荒，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。不对劲，虽然到了太乙巅峰，但冲击大罗金仙的壁垒坚如磐石。本源有缺，果然是本源有缺。如果不补全本源，强行突破只会根基尽毁，终生止步于此。三清能成圣，是因为盘古元神圆满。我若想在大争之时活下去，必须找到补全本源的方法，哪怕是把这天捅个窟窿，我也要逆天改命。既然生了灵智却无力自保，那便成全我吧。
本元丹希望能补足我的亏空，才修复了1/1000，杯水车薪。同根同源的太少，那就用数量来凑。这座岛归我了。下品先天灵根，五行素，虽对修仙无大用，但日后若要谋划人族或巫族契约，这就是最好的筹码。悟道茶树，好东西，收了。还是不够，单纯的堆砌资源，炼化速度太慢。我需要更直接的方法。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。造化玉蝶碎片，天道不公，红军长大头，却漏了这一线生机给我。气质大道、魅惑大道，还有吞噬大道。吞噬大道排名前30，霸道绝伦。但此道有伤天和，一旦修炼，便是举世皆敌的魔道。魔道又如何？正洞修仙那是给有靠山的人走的。我是异术，是变术。既然天道不容我，那我便吞了这天，失了这地。以我净世之体，驾驭吞噬之能，去物存精，万物皆可为我食粮。果然可行，净化掉杂质，是吞噬本源。有了这吞噬大道，修补本源只是时间问题。大罗金线不再是奢望。红军，你讲你的斩三世大道，我走我的以力正道。但这洪荒的棋局，从今天起多了一个执棋者。只要能活下去，哪怕变成怪物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净世白莲主净化，造化碎片主吞噬，二者合一，祛斗存精。噬灵诀成。普通的吞噬只增法力，但这加入了净化之力的噬灵诀，竟能直接淬炼肉身。既如此，那便吃个痛快。肉身不成大罗，绝不下山。8万年，几乎吞空了一座宝山，但这代价值得。肉身堪比大罗金仙，如今这瀛洲岛的先天禁制困不住我了。若是8万年前，这一道雷便能叫我灰飞烟灭，但现在太弱了。果然，竭泽而渔，必遭铁遭天谴。这道要自封了，想困死我，晚了。这瀛洲岛已被我吃空，但这洪荒天地才是真正的盛宴。刚出新手村就有猎物送上门，也好，正好试试这大罗肉身的成色。这就是洪荒，空气里不仅有灵气，还有散不去的血腥味。
饶命！我们愿献出灵草。灵草哪有肉顶啊？不是战争，是捕猎。动作快点，别让这群两脚羊跑了！巫族把妖族当食物，妖族把巫族当死敌，这就是谅解的根源。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这种原始的掠夺方式太低效了。看来这洪荒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浑。那边的道人，你刚才在云端看了半天，最后为何摇头？路过，随便看看。随便看看。我看你是对我们巫族狩猎不满。不满谈不上，只是觉得竭泽而渔，渔不可及。竭泽而渔什么意思？把池塘水抽干了捉鱼，鱼捉完了以后吃什么？洪荒之大，猎物无穷无尽。你是说我们叔族会饿死？猎物也是妖族，妖族会繁衍，也会报复。为了几口肉，让族人流血受伤，这就叫亏本买卖。你是在同情那些妖族？你也是妖族的探子？大巫夸父，力量不错，但脑子果然不太好使。同情，弱肉强食是天理，我只看重效果。少废话，说不出个道道来，今日就把你也当猎物带回去。想杀我，你可以试试。但若我能让你族人不用流血便能吃饱饭，这一仗你还敢砸下来吗？这一仗落下，巫族便少了一条活路。一根杂草能顶什么用？此物名为素，先天下品灵根，种下1颗收获万颗。这一把够一个巫人吃一顿。有灵气，虽然不如妖兽肉补，但这玩意儿能一直长。这株母本可源源不断分化子株，1年3熟，取之不尽。好东西，有了这玩意儿，孩儿们就不用天天去拼命了。哼，急什么？除了吃素，我还能让你们坐着就能吃上肉。坐着吃肉，天上掉馅饼。如今巫族四处狩猎，何不换个活法？选弱小族群与其庇护，代价是定期上供肉食。你是说养起来吃？这叫贡品。他们求活，巫族求食，各取所需，互不流血。啪，通透！俺怎么没想到，比起漫山遍野追兔子，这招高明。白赠兄弟，俺夸父是个粗人，刚才多有冒犯，你这朋友俺交了。既然是朋友，那这见面礼，大巫可还满意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走，跟俺回祖地，让大家都见识见识。到了，这就是俺们的家，盘古父神留下的地盘。这就是不周山，盘古的脊梁，仅仅是靠近，肉身就在昏迷。夸凤，你这次出去的够久，这位道友是后土妹子，快看，俺带回来个大宝贝，不对，大能人，先天灵根，而且因果现今连着我巫族气运。吾乃后土，道友并非巫族，却身怀盘古气息，敢问根脚？贫道白征，本体12指竟是白莲，原来是混沌青莲一脉。论辈分，我也该唤你一声道兄。似无折煞了，只为了一桩因果，也为巫族送一份未来。妹子，你是不知道，白征兄弟这脑子太好使了，那个什么收贡品的法子。道友之策，活我巫族无数儿郎，此恩后土铭记。各取所需罢了。大哥他们感应到了生人的气息。怕什么？白征兄弟是自己人，俺这就带他去见大哥。等等，夸父，盘古殿煞气太重，非巫族肉身不可。盘古殿，那是洪荒最大的禁地，也是最大的机缘。无妨，我也正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12字巫之首。肉身硬扛盘古殿威压，白阵道友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好强的威压，不愧是盘古心脏所化。太乙金仙的元神，大罗金仙的肉身，是个怪胎。玄冥姐姐，住手！他是带着善意来的。善意？非我族类闯入禁地，便是死罪。道友此言差了。我也算半个盘古后裔，就凭你一朵莲花。我是12品净世白莲，源自混沌青莲，盘古大神亦由青莲孕育。论根脚，我也算你半个亲戚。油嘴滑舌。不过大哥说了，既然来了，就进去说话，跟紧点，走错一步，血煞之气能把你融了。道友勿怪，姐姐就是这脾气，刀子嘴豆腐心。有个性，
我喜欢。你就是那个教夸父种草的小子。贫道白征，见过诸位自悟。行了，别学红军那老头虚头巴脑的一套。既然进了这个门，只要不是敌人，就是兄弟。帝江自悟果然豪爽。大哥，我看过了，原本的时间长河里，巫族前路是一片死寂的灰烬，但他出现后，死局裂开了一道缝。当真？粟米虽小，却断了无畏的杀伐，此乃大功德。好小子，不管你图什么，帮了我巫族，这份情老子认了。此无言重了，各取所需罢了。巫族从不欠人情，说吧，金山银山还是先天灵宝？大哥，白姐道友其实是想，既然帝江奏书快人快语，那我也直说了，我要巫族的根本传承——九转玄功。放肆！那是父神留给我们的炼体神技，你也配？小子，你知道你在要什么吗？这可是拿命都不换的东西。我不信命，我只信实力。这笔交易，你们敢赌吗？贪得无厌，就几个资人的因果，就敢要父神神迹？你当巫族的人情是路边的杂草不成？漫天要价，坐地还钱。若是觉得贵，诸位可以不换。姐姐误会了。其实九转玄功并非不可外传的秘典，此功法需巫族血脉方可大成，外族若无盘古血脉，强练只会爆体而亡。白征道友既要练，给他一份也无妨，只怕……小子，你这性子对我胃口，不像那些虚伪的先天圣神。九转玄功给你，但这还不够还你那4米星族的大恩。这是一滴紫巫精血，外加那边一团盘古血盘水，全归你了。大哥，精血损耗需万年苦修，你也太……闭嘴！巫族顶天立地，从不欠人因果。拿了东西，咱们两清，以后你是你，巫族是巫族。帝江子无大气，这笔买卖成交。后土，带他去最好的闭关室，别让他死在半道上，必不让旧无失望。大哥，这注是不是下得太大了？变数。若是连这点东西都承载不住，那便算我看走眼了。噬灵诀，吞！第5次碎身重组，九转玄功果然霸道。九转玄功第5番，大罗金仙境肉身，成了。但这还不够，面对将来的圣人时代，这点力量只是蝼蚁。帝江精血里面甚至藏着一丝盘古意志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给我镇压！误判了，这不仅仅是精血，这是规则之力。不行，哪怕是噬灵诀，也消化不了这种层级的规则之力。那是盘古一味，怪不得帝江如此肉痛。既然吞不下整片海，就先抽了你的龙筋。给我崩！只要是能量，就没有我不吃不下的。噬灵诀逆转！大罗金仙后期肉身，现在的我徒手可撕下品先天灵宝。这滴血一血，这买卖赚翻了。该出去了。紫霄宫2讲将至，那是下一场更大的狩猎。万年未见，竟已成事。恭喜道友出关，看这气血波动，怕是连我也要避让3分了。侥幸未死，倒是这片粟米地比我想象中壮观得多。这万年来，这片灵田已扩至1000万株，不仅是不周山，我们将种子分发到了外围部落。族人们第一次知道，原来不流血也能填饱肚子。苍落实而知礼节，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，巫族的气运便有了根基。天道功德，看来天道也认可了这种秩序。全赖道友谋划。如今我巫族不仅不再为食物发愁，更因庇护弱小种族得了不少气运。但我看你似乎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开心。是因为妖族天庭？瞒不过道友，万年来
天庭扩张极快，帝俊太一霸道无双，号令天下万妖。原本那些依附天庭的小族，因为受不了压者不拒，只要愿意种地纳贡，巫族便保他们平安。这不仅抢了天庭的面子，更断了他们的兵源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妙？帝俊太一那种枭雄，忍不了多久。虽然双方还没正式宣战，但太一的东皇钟声最近响得越来越频繁了，尤其是这几百年，既然喜欢种地，烧成焦土。烧成焦土，他太高看自己的太阳真火，也太小看众生的求生欲。矛盾激化是好事，只有对手齐了，我们才有机会乱中取利。道友总是这般镇定。对了，紫霄宫二讲还有5000年开启，大哥他们不愿去听的，只有我一人前往。正好，此次二讲关乎圣位被与分盟，三清手中的红花白藕清荷叶，那是我的本源，也是时候去取回来了。只是这去往紫霄宫的路恐怕不会太平。我感应到一股炙热的杀意正从南天门方向逼近。那就看看是他的火硬，还是我的拳。太一的怒火已至，巫妖两族的第一次正面碰撞一触即发。连肉身都没修到金刚不坏，也敢闯这33天外，找死！红军道祖设此门槛，便是为了筛选。这也是为何巫族即便不修元神，也能称霸洪荒的原因。终于到了紫霄宫第2次分赃大会。道友这肉身爆发力，怕是连大哥弟都要甘拜下风了。走吧，别让里面的大人物们等急了。那是盘龙鞭斩3宝玉如意清平剑，24品造化青莲所化，红花白藕清荷叶，三角原来是一家。吃掉他们，只要吞了这3件灵宝，我的本源就能彻底圆满。白整道友，你怎么了？气息这般紊乱。没事，遇到了几个老熟识，有些失态。大兄，那白衣人为何死死盯着咱们手中的家伙事儿，眼神怪吓人的。非是盯着我们，而是盯着灵宝。此人根脚乃12品净世白莲。原来如此，同根同源，难怪会有感应。根脚倒是不错，可惜戾气太重。见过三清道友，在下白征，刚才感应到灵宝气机牵引，多有冒犯。无妨，灵宝有灵，自行则主。道友能压住心中贪念，便是好心性。既然知晓冒犯，往后便好自为之。紫霄重地，莫要失了体统。白征道友，有些东西虽然同源，却早已注定归属，强求可是会伤身的。太清道友说笑了，大道50，天眼49，既有一线生机，何来注定一说？道友且看那边，身着紫金道袍者，乃是万寿山武装观的镇元子，半兽灵宝地书，防御无双。地书，大地附魔所化，若能搞到手，配合我的地道布局，倒是绝配。他身旁那位穿火红云纹长袍的，便是红云老祖，生性倒是颇为良善，广结善缘。良善，在这吃人的洪荒，良善便是取死之道，也就是个移动的鸿蒙紫气保管馆罢了。那是幽冥血海的冥河老祖，背负元屠阿依2柄杀剑，道友日后若遇上，需加倍小心。还有那位北冥妖师鲲鹏，眼神阴翳，心胸狭隘，最是记仇。镇元子、红云、岷江、鲲鹏，这些传说中的红尘客都到齐了。这紫霄宫果然是洪荒最大的决斗场。道祖童子瑶池，一元会已到，老爷2讲开启，诸位请进殿。肃静，不得喧哗，不得推搡，按序入内。这就是日后统御3界的王母和玉帝。现在这副模样，倒是比以后那些勾心斗角的嘴脸顺眼多了。辛苦2位仙童了，润润嗓子。道友客气，请入座。既然结了善缘，日后这天庭的棋局便多了一分变数。白景道友，兄长姐姐们修不得元神，此次皆未前来，这12度巫的席位空着也是浪费。既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按照小说套路，这时候该3000年已过，2讲开始。这就是圣人，这就是天道代言人，好强，强得让人绝望。但这种力量若是能吞下去，味道一定很不错吧？
此次二讲阐述准圣之道，大罗之上，圣人未满，是为归圣。敢问老师，何为圣人？肉系来了，定义阶级的时刻。圣人者，统御乾坤，立万劫而不磨，斩因果而不染，眼中观过去未来，掌中演时空轮回，意念一动，天道随行。故圣人之下，皆为蝼蚁。蝼蚁，我等苦修1万载，竟只是蝼蚁。蝼蚁，哼，就算是蝼蚁，我也要做那只咬死大象的行军蚁。既然圣人之下皆蝼蚁，敢问老师，我也等可有成圣之法？大道3000，殊途同归。成圣之路共有3条，其一，法则正道，以力破万法，将一条大道法则修至圆满，化开天道束缚，正得混元大罗金仙。其二，斩3尸正道，以先天灵宝寄托善恶执念3尸，3尸斩尽，合而为一，可证混元。3尸合一，老家伙，你可没说需要同源灵宝这个大坑啊。其三，功德正道，行大功德之事，得天道认可，降下无量功德，立地成圣。敢问老师，这3条路孰优孰劣？以力正道战力最强，斩3匹次之，功德成圣在此。既然要修，自然要修最强的。老师，那这法则正道可有捷径？此法虽强，然艰难险阻，九死一生。昔日盘古大神便走此路，历劫深陨。即便是贫道，也未曾走通此路。没走通，那是你不够贪。这最强的路，归我了。大道50，天眼49，遁去其一，绝路非路，生机尚存。第2条路，乃贫道所创，名曰斩3尸，以先天灵宝寄托善恶执念，3尸斩尽，合而为一，即正混元，成就圣人道果。斩3尸，只需先天灵宝。老狐狸，只提灵宝寄托，却不提同根同源的死诀。3尸不合一，终究是个伪圣。用杂乱灵宝斩尸，这辈子也别想踏入混元大罗金仙的门槛。这哪里是路？分明是给天道养了一群高级大圣。第3条路，功德成圣，行大功德之事，得天道认可，降下无量功德，立地成圣。毕竟功德虚无缥缈，而灵宝就在手中，谁不想掌握自己的命运？道祖，我不想听怎么成圣容易，我只想知道哪条路最强。蠢是蠢了点儿，但这股子狂劲儿倒是个合格的磨刀石。以力正道最强，斩3书4支，功德成圣在此。好，既要修，便修最强。纵然九死一生，我也要凌驾众生之上。我不斩尸，也不要功德，我要的是返本溯源，重聚混沌清廉。天道想让我做棋子，做梦。我要做那执棋之人，吞噬万物，肉身成圣，直接正得混元大罗仙仙。敢问道祖，弟子无先天命宝，只有1株半身灵根，可否用来斩尸？凡先天之物，皆可寄托执念，斩尸正道。先天之物，皆可。如果说斩3术需要同根同源的宝物，那先天灵宝很难凑齐。但先天灵根，瀛洲岛，老子的瀛洲岛上可是足足种着15株先天灵根。原来我不只掌握了力量，我还掌握了这洪荒最大的先天灵根库。
啊！此次讲道结束，议员会后，紫霄宫3奖分胜位。胜人者，统御乾坤，理万劫而不磨，斩因果而不染。不仅仅是听，我要把这些道全部吃下去。白剑道友，你这是……原来如此，噬灵诀只知吞噬灵气，太过低级。真正的吞噬是连法则、气运，甚至因果都一并消化，去无存降，万物皆我养料。这就是有元神的好处吗？连肉身都能练出这般恐怖的威压，难道复神的路真的只有他们能走？此次讲道3000年已满。这就结束了。如果是往游，这波经验值至少升了3级。接下来，该始发催命符的环节了。如今洪荒初定，族群繁杂，杀伐渐起，需立男仙之首与女仙之首，代天巡漏，理顺阴阳，掌管洪荒秩序。启禀圣人，我妖族统御。东王公西王母，上前听风。弟子在。弟子在。东皇宫，尔乃先天第一缕至阳之气化形，当为男仙之首。赐尔极品先天灵宝龙头拐杖，可掌管洪荒男仙。谢道祖恩典，弟子定不负重托，建立仙庭，统御群修。他也配？忍住！这里是紫霄宫，大哥，那是极品先天灵宝，那是统御之权，本该属于我们。给了他，也要看他有没有命拿。死人的东西，迟早是我的。西王母，尔乃先天第一缕至阴之气化形，当为女仙之首。赐尔极品先天灵宝净水波语，可掌管洪荒女仙。弟子领命。议员会后，紫霄宫3奖开启，都散了吧。诸位道友，既然道祖命我统御男仙，我欲在东海建立子府仙庭。恭喜东华君，贫道愿追随左右，仙庭若立，定能压过那妖族天庭一头。西王母道友，且慢！你我既为男女仙之首，正是一阴一阳，天作之合。不如你携众女仙加入我子府，共掌洪荒，岂不美哉？东王公说笑了，我素喜清静，不善管理。道场之中还有炉丹药味熄火，先行一步，告辞。哼，妇人之见，难成大器。白景道友，这东王公得了圣人法旨，为何我感觉他在找死？你的感觉没错，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你是说这是圣人的算计？一把虚火烧得越旺，死得越快。那龙头拐杖不是权杖，是墓碑。也好，这傻子竖起大旗，正好替我吸引妖族的火力，在他死透之前，就是我吞噬进化的黄金期。后土道友，走吧。去哪儿？不周山，那里有属于我的机缘。去晚了，汤都没了。那红军讲的全是斩三尸，还得要元神，摆明了是把我们巫族往门外赶。没路走，那就只能硬闯。父神当年是以力正道，我们未必不行。路没堵死，只是红军不想让你们走。白征道友，此话怎讲？那东王公受封男仙之首，是否也是圣人布局？当然，给了名头，赐了极品灵宝，却没就是竖起来给妖族练手的靶子。东王公越狂，妖族杀心越重，两败俱伤才是胡军想看的。哼，算计来算计去，心眼真多。我就问你，你说要上不周山，就凭你这身板？不周山是父神脊梁，威压能把大罗金仙压成肉牛。威压是最好的锤子，只要骨头够硬，就能砸出好钢。好大口气！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大罗金仙走到1/3就是极限。
再往上，那是我们在找死的边缘试探出的死线。多谢提醒，不过我的极限通常在死线上面一点点。白征，走了，山妖见。不知死活，还是真有底气。这就受不了了，还早着呢。盘古威压是锤，先天矿石是料。在这个天然熔炉里，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被打碎重组。每一次吞噬，他身上的气息就变得更加沉凝厚重，仿佛正在化作一座移动的扇约。给我练！九转玄功，第5转大圆满。现在的肉身强度，即便不用灵宝，也能硬抗大罗巅峰的魂技。玄冥那女人要是看到，怕是下巴都要剪掉。这种波动不是普通的空间裂缝，先天禁制，而且级别高的吓人。这种强度的禁制，里面藏着的若不是极品先天灵根，就是来的好，让我这一块磨刀石来试给近点儿，这力度连给我抓仨都行刑。42道先天禁制，护土之精所化，这回赚大了。不管你以前是无主之物，还是天地生养，现在你是我的。见了我的手心还想跑，给我镇压！吾乃东文公，今奉道祖法旨，立仙庭，理洪荒阳气，统御群仙。这就忍不住了，玄冥朝也不是这么个找死法。统御群仙，帝俊和太一现在估计牙都要咬碎了。虽然是个注定要碎的沙盘，但动静闹得挺大，正好替我吸引火力。这种空间波动，比当初瀛洲岛还要剧烈10倍。看来我的老巢附近要有大家伙出事了。稳住！都给本王稳住！开启护宫大阵，别让这浪头毁了龙宫！哎呦，这到底是什么空间？慌什么？白井上仙，您可算来了！这东海要翻天了！翻不了。混沌气流外泄，先天阵纹自解，错不了，是3仙岛之首。上仙是说传说中的蓬莱？敖通，让你的人撤别的机缘，擦着就是死，碰着就是灰。是，小龙这就去办。只要上仙在，这东海就乱不了。来得好！这哪里是岛？分明是一座等着我吞噬的金山！不对劲，这不是普通的祥瑞，这是杀劫！42道先天禁制，这就是极品灵宝的含金量吗？比当初炼化亮天鼎难了100倍不止。成了，5000年水磨功夫，终于磨开了这24道禁制。只要我在，这鼎内就是绝对的安全区，以后这就叫绝对防御。好险！要是没那5000年的炼化，这一下至少得掉层皮。这是什么宝物？竟能挡住那毁灭红光？这红光不是针对我，是岛内的东西在清理门户。原本应该稳固的洪荒空间，此刻脆弱的像张薄纸。不对，蓬莱出事虽然动静大，但不至于让这一方天地的法则乱成这样。原来如此，东宝宫那个蠢货。吾奉道祖法旨，立仙庭，掌群仙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强行聚拢气运，却无镇压之物，这哪里是力体，
分明是在油锅里倒水。我说怎么蓬莱早不出晚不出，偏偏这时候出。原来是你这一嗓子把地基给吼塌了。敖通，看来咱们得感谢那位南仙之首。感谢他，他差点把这片海域毁了。若非他搅乱天机，这蓬莱岛还得再藏万把年。现在嘛，他是无主之物了。混沌余孽，难怪有杀气。刚才那一下算是打招呼，现在该我进餐了。上仙，这气息比刚才还要恐怖10倍。退后，别溅一身血，让我看看究竟是什么宝贝值得这么个鬼东西看守。大哥，那东王宫欺人太甚，竟敢妄称统御群仙，是我妖族天庭于何地？跳梁小丑确实聒噪。既然他想死，那便成全他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东海那边似乎也有老朋友在活动，管他是谁，谁敢挡路，一并烧了！米粒之珠也敢放光华，这东王公当真是取死有道。师弟慎言，圣人册封自有定数。大兄，二哥说的没错，那厮才刚上位就敢力挺抗礼，这把火烧得太急了。大哥，他这是在挖我妖族的根。坐下。东皇息怒，此时动手便是打了道祖的脸。白泽说的对，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他要力挺，便让他立，等他聚拢了那些不服管教的散修，我们再一网打尽。好果子。哎，道友，你为何愁眉不展？那东王公力挺，又碍不着咱们武装观的事儿。红云啊，你只看表面，东王公此举是在赌命。赌命？有圣人册封，谁敢杀他？圣人给的是名分，不是护身符。他若不能及时镇压洪荒，这南仙之首就是催命符。那是大人物的事儿，咱们关起门来吃果子修道，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。怕只怕树欲静而风不止啊！好浓郁的混沌本源，这可比不周山的石头有嚼味多了。味道有点冲，但能量很纯。现在轮到我吃正餐了，给我碎！果然，掠夺才是进化的捷径。我的，全是我的。趁着那帮大能还在看东王宫的热闹，我得先把家给搬空了。疯了，都疯了！这哪里是机缘，分明是火坑！这是传令下去，封闭西昆仑山门，哪怕是圣人门徒，也一律不见。怎么回事？那煞九不是去蓬莱了吗？怎么连龙宫都在震？陛下，不好了！蓬莱出事的动静太大，惊动了海碱下的那些祖宗。还不够，之前吞的那头血兽只是开胃菜，必须把吞噬法则刻进基因里。子午以煞气断体，我便以吞噬养身，每一个细胞都要成为独立的黑洞。吞噬大道，一成。这种饥饿感，就像是身体在尖叫着要进食。这种波动，是隔壁的蓬莱彻底憋不住了。看来正餐上桌了。怎么回事？海碱下的老祖宗不是刚消停吗？为什么震得更厉害了？陛下，不是海眼，是海面上的空间塌了。塌了？这东海是寡人的地盘，谁敢拆我的房？好浓郁的先天灵气，隔着大阵都能闻到肉香。还是这种暴力拆迁最爽快。是你？怎么，上次在海底没震够，
这次特意送上门来给我加餐。道友，此乃东海地界，这蓬莱岛乃我龙族。滚，或者。 龙王不行，正主倒是来了。东皇公，你的拐杖看起来比这破阵法好吃多了。小的们，这是天赐的翻身杖，把旗插上去，谁敢抢就跟谁拼命。 陛下，拼命吗？拼个屁！撤到外围去！这些祖宗怎么全来了？三清、西方二圣、妖皇、洪荒最顶级的食材都到齐了，你们抢面子，我抢里子。这大阵的频率抓到了。这通汤，老祖我喝定了，给我开！ 此谢与我西方无缘啊，可惜了一副好钳子。披毛戴角之辈，不识天数，取死有道。这禁制的反击机制是遇强则强，可惜了那2只钳子，里面的肉质应该很紧实，暴殄天物，硬闯必死，得等这帮高个子去顶雷。 不过，既然进来了，就得先清场。宝物有得就击之。嚯！一群败家子，那是混沌原石，那是星辰晶金，炸飞了就不讲。先天紫霄晶。 炼制雷属性法宝的顶级主材，你们吃肉，我就把锅端走。这种边角料，在我这儿全是主菜。此物与我西方有缘，诸位道友何必逆天而行，平白伤了和气？师弟速举，这藤蔓虽是后天，却含有一丝庚金生机，正好移植灵天。2个蠢货，藤蔓只是表象，真正的宝贝。 是庚金矿脉，怎么回事？这灵根怎么突然泄气了？东方虽富，但这地界似乎也颇为贫瘠，地脉竟如此枯火。谢了，要是没你们在上面吸引火力，我还要费一番手脚。这件灵宝是我的。东南方能量反应最强，但三清在哪儿？去了就是送死。正南方是帝俊太一，那是硬骨头。为了几件下品先天皮宝拼命，投入产出比太低。现在的局势，大鱼吃小鱼，我这虾米吃饱了就该撤。这些材料足够把我的肉身推到混元金仙的门槛。天地玄黄玲珑塔，老子动真格了。 看来极品法宝已经到手。通天，这株金金灵根乃杀伐之物，何该入我血海？你截教要强。我看上的东西，还没有让出去的道理。来战！冥河对通天，这不仅是抢东西，这是大道之争，这戏有点意思。冥河，你这红莲龟壳虽硬，可能挡我掌中3尺清风。通天，莫以为你是道祖亲传便可横行无忌，这固金灵根带杀伐之气，天生就是我的。哼，为了个面子和一出灵根拼命，
圣人的坚持在利益面前也不过如此。两虎相争，我这只吃饱的苍蝇该退场。这里的因果真多了烫手。2万年了，这噬灵诀配合造化玉蝶碎片，消化的速度果然惊人。还是不够，普通的先天灵材杂质太多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就像是在喝兑了水的稀粥。要想肉身突破混元金仙的壁垒，常规手段已经无效，得下猛药。混沌气狂暴难驯，稍有不慎便是爆体而亡。但这险值得吗？给我镇压九转玄功！那是肉身在强行碾碎水部的转。这点痛痛算什么？想要跳出棋盘，就得对自己够狠，全给我吞！天道不容我，我便自成天地！哇！5万年，九转玄功第6转，终于成了。一座仙岛换一具混元金仙级的肉身，这笔买卖天道亏了，我赚了。肉身继承，该去收那笔盘古欠下的旧账。站住！你身上毫无灵气biến动，却能在不周山如履平地。我看不到你的因果，感知不到你的气息，你究竟是个什么怪物？怪物，在洪荒，弱者才叫怪物，强者那是规矩。再进一步，死！大姨，住手！不得无礼！白景道友，大姨不知您身份，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无妨。这就是那个射日的苗子，警惕性不错，就是眼力差了点。道友闭关5万载，气息愈发深不可测了。大哥他们在盘古殿等候多时。带路吧，有些话该摊开说了。白金兄弟，这5万年来，确实让我族之法摆脱了血石匮乏的困境。我族与妖族的摩擦并未减少，那些依附我族的小妖被天庭清算，我也不能坐视不理。吃饱了，自然就想争一争。帝江道说道友，你觉等身为盘古正统，自当以力正道，重现父神荣光。以力正道，好一个盘古正宗！混元仙仙级的肉身余威分庭抗敌。这是纯粹的肉身之力，你也走了这条路。我不过是探路者。帝江，你可知为何红军乘胜掌天道，却只不提以力正道？道友曾言，天地人3道并立，难道是因为天道压制？压制，那是死局，因为这条路根本走不通，或者说天道不允许他通。不可能，父神以此法开天，我等为何不可？因为在红军之前，早就有人成功了。空间魔神杨梅先红军一步，以力正道，成就混元大罗仙仙。那他现在何处？既已正道，为何洪荒无名？因为正道的那一刻，他便被天道驱逐出了洪荒。那2只3足鸟欺人太甚，再不全面开战，洪荒众生只知妖庭，不知盘古。打赢了又如何？2败俱伤，让那天道皇军坐收渔利。妖管天，巫管地，与其去争那虚无缥缈的气运，不如握住洪荒的命脉。道友的意思是，地脉及地。盘古脊梁化不周，经络化地脉，你们疏通地脉，便是复苏父神一域。当天道想要降下杀劫时，发现替道已与巫族血肉相连，毁巫族便是毁洪荒，红军敢吗？这就是你说的绑架天地，这叫众望所归。传令，12部族即日起停止扩张，全力疏通洪荒地脉。白整道友，巫族的未来便压在你这条路上了。走吧，去紫霄宫，那里的戏才刚要开场。不必拘禁，看守宫门枯燥，这东西给你们解解乏。这是先天灵根的气息，好香。大仙，这太贵重了，老爷会责罚。不过是几片叶子，泡水何能明目晴脑？红军圣人不会这般小气。白姬道友，别来无恙。见过3清道友，看来3位也是为了这最后一次讲道而来。道友在蓬莱所得甚多，不知那几块混沌原石
可还在手中。上钩了，宝物赠英雄。这混沌原石在我手中也就是块石头，在原始道友手中或许能成至宝。道友爽快，贫道这有2粒刚出炉的9转金丹，可抵此物。成交。能得太清圣人亲手炼制的丹药，是白者赚了。白者道友大气，讲道之后定调来我昆仑山喝一杯。吉时已到，请诸位大能入殿。道友方才所言，气已在道，倒是颇有新意。只是这混沌绝石极难熔炼，火候只是其次，关键键逆炼，借混沌之气除后天杂质，返本归元。逆炼，返本归元，妙哉！道友于炼气一道见解竟如此独到。道祖红军，既然都到了，那便开始吧。他在笑，赫赫便脾气7情6欲的红军，居然对我笑了。天道之下，圣位有9，久为吉数，缺一不可。吾手中现有7道鸿蒙紫气，得知可证混元。老子你为盘古一气所化，举3清之首，掌开天功德，当为吾亲传大弟子。弟子李现拜见老师，赐你先天力宝太极图，镇压气运，定地水火风。拿了太极图，便是欠了天大因果。老子这无为之道，怕是从此要变成有为了。元始，你顺应天命，阐发天机，当为吾2弟子。赐你先天力宝盘古幡，可破获混沌，粉碎诸天。通天，你锋芒太露，然截取一线生机，一是大道。赐你诛仙剑阵，此阵非4圣不可破，你当慎用。谢老师赐宝，弟子定当以此阵截取天道生机。非4圣不可破，红军这话是在给兄弟借枪埋雷啊！通天若真信了这无敌的鬼话，日后怕是要吃大亏。女娲，你日后有一场大功德要做，可为吾关门弟子。弟子拜见老师。赐你极品先天灵宝红绣球与山河设计图。红绣球掌天地姻缘，另有一番造化。红绣球虽非至宝，却连着人族气运，女娲这步棋算是稳了。道祖慈悲啊！我西方大地灵脉尽毁，终生凄苦。若是没有圣位教化，我师兄弟2人还有何面目回去见江东父老？2人愿撞死在这紫霄宫柱上，以谢西方众生。若非罗侯炸毁西方祖脉，欠下因果，这2个无赖岂能入我门掌？罢了，你2人虽无至宝命格，却有大毅力，便收为记名弟子吧。谢老师，谢老师慈悲。赐你2人12品功德金莲与加持神杵，以此镇压西方教运。敢问道祖，我乃妖族天帝，统御亿万生灵，为何这圣位没有我一份？不错，这2人只会哭惨便能成圣，我等修道100年，难道就比不上2个无赖？若非有人让座，这圣位本该有我一份。一群蠢货，圣位是假，傀儡是真。不过这红军养恶的手段确实高明。圣位虽定，然大道50，天眼49，遁去其一。吾手中尚余最后1道鸿蒙紫气，此气有缘者得之。来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乱世祸胎。那是我的，谁敢抢，朕灭他9族！杀！挡我者死！红云，这回你是真的要变血人了。进去了，这机缘竟真的选了我。红云贤弟，速速凝神静气，莫要张扬。好个红云，上座是你，抢机缘也是你。既然不想活，老祖我成全你。这紫气本该是朕的，朕开口求来的机缘，竟被这匹夫截胡。出了紫霄宫，便是你的死期。蠢货，这紫气入体即融，根本不是认主，而是打标。红云现在就是个移动的活靶子。红军这手2桃杀3世玩的炉火纯青，一道紫气，废了红云，封了鲲鹏，还给妖族树了死敌。肃静！吾长造化玉蝶，悟道成圣，今讲道3次，功德圆满。天道有缺，吾当以身合道，补团天数。自此以后，红军为天道，天道不为红军。老师慈悲，道祖大义。合道之前，吾将于宫外分宝崖散去早年游历所得之宝，
尔等皆可凭机缘去取。去吧。分宝牙，那是修补我本源的最后机会。后土，别管那些破烂灵宝，跟紧我，我们要抢的东西在最顶上。好。让开！停！我有混沌钟，谁敢争锋？别被众生震煞，冲过去！滚开！一定要找到先天五方旗。我的净世白莲本源缺失，唯有五方旗能补全。在那儿，那是五方旗，绝不能让三清全拿走。后土用土之法则撞那面黄色的旗子，把它撞偏。交给我。就在此刻，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。后土，助我一臂之力，拦住那面云旗，那是瑶池的金母之物，但我全都要。白锦道友，你若再不动手，这崖上的东西可就都要姓盘古了。青莲宝色旗，最后一面，五方旗聚齐，我的本体本源便可圆满。哪里跑？给我回来！道友且慢，此物与贫道西方有缘。有缘？我看你是想明抢。道友，此旗乃青莲叶片所化，何该镇压我西方教气运？道友若肯割爱，西方必感念大德。感念大德？你们的感念，就是红云那丢了圣位的下场吗？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既然道友执迷不悟，那贫道只好以此宝度化你了。后土，你略阵，盯着接应。这根老脚屎棍，我亲自来折。放心，他动不了一步。什么？你竟以此莲半生？只有这点本事，也配称圣人门徒？哼！吞噬大道，加持，给我碎！啊！我的七宝妙术！师弟，接引，你敢动一下，我便拆了你这乌龟壳！你敢杀我？道祖不会杀你，太便宜你了。既然你要缘分，那我就送你一段终生难忘的孽缘。那可是道祖亲封的剑明弟子，像死狗一样被提着。谢爷，这秃驴是你师弟吧？想要活的还是死的？道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我不必结下死仇。死仇？从你们算计红云那一刻起，这洪荒就没有所谓的善缘了。拿东西来换，否则我废了他这具道体。12品功德金莲的一枚莲子，可够。马马虎虎，滚吧。本题不过是跳梁小丑，真正的血雨腥风现在才刚刚开始。红云身上的那道紫气，才是这洪荒最大的催眠符。白泽，放了他！道祖还在紫霄宗看着，你敢造次？拿红军压我，刚才准义抢我灵宝时，道祖怎么不出来主持公道？师兄，救我！既然道祖说了，宝物有缘者得之，这秃驴现在在我手里，那就是跟我也挺有缘。你要如何才肯放人？西方贫瘠，给不出你要的至宝。贫瘠？我看未必。刚才那颗莲子我看涩涩，你可以不给，那我就把这秃驴镇压在茅坑里10个月，让他好好悟道。你敢羞辱圣人门徒？你可以试试看，我们敢不敢？罢了，因果循环，今日我西方认栽。早这么痛快不就完了？记住，这就是惹错人的代价。师弟，别急着走，刚才说好的，你们捞上来的宝贝，我还得挑一件。欺人太甚，此仇不报，我西方教誓不罢休。人先拿灵宝，莫有在节外生枝。
果然是西方评级，这手气也太差了点。少说风凉话，你要挑便挑，挑完快滚！木灵珠，先天五行本源之一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就它了，虽然是个下品，但这颜色看着护眼，拿回去当个摆件。那是先天五行灵珠，五行灵珠虽品级不高，但若是凑齐一套，可演化世界，也是难得的宝物。刚才那6颗莲子我还没捂热呢，你拿走，都拿走！白征，今日之辱，来日必百倍奉还。想报复，等你们成圣再说吧。木灵珠滋养本源，金青子补全功德，这盘棋终于活了。痛快，真是痛快！这白金道友不仅手段了得，这敲竹杠的本事也是一绝呀。做人有些手段，自有这般行事，未免太过流氓匪气。此子看不透，既有雷霆手段，又有算计城府，不可小觑。白景道友，今日这一战打得漂亮，改日定要来我昆仑喝一杯。通天道友过奖，改日一定叨扰。太医，灵宝没了，但最大的机缘还在那红云手里。真正的猎杀开始了，后土，我们撤，离那个倒霉蛋远点。宝物分完了，但这搁宝物的架子我看也是件稀罕物。此崖承载万千灵宝而不崩，材质非凡，正好拿回昆仑，以此石铺路，以此崖镇压气运。品宝观此物与地脉相连，何该入我五珠观？元始道友，这石头我看着纹路挺顺眼，不如让给我带回去压个咸菜。白城，你有诸多重宝，连这块顽石也要抢。我就喜欢捡破烂，怎么，道友有意见？袖里乾坤，收！哼，被钻了空子。哎呀，看来这石头跟我俩都没缘分，倒是让镇元子道友捡了个大漏。多谢2位道友相让，贫道也不白拿。这是自家结出的果子，以此聊表谢意。10枚赠与元始道友，10枚赠与白净道友。地仙之祖的人参果，那可是好东西，这交易划算。镇元子道友客气了，既然此间是了，白镇道友不如同去昆仑山一叙。贫道对你的炼气之道颇感兴趣，下次一定。我这人重承诺，总不能齁足做客吧？三清道友借过。既然道不同，那便不强求。2弟、3弟，我们走。白净道友，此番恩情贫道记下了。现下局势混乱，我得带红云老弟先回武庄观避避风头。镇元子，看好你的老弟，别让他乱跑，有些因果是要命的啊！白镇道友是在说我吗？多谢提醒，告辞。白整，刚才你明明可以抢到分宝坛，为何最后时刻故意放水，让给了镇元子？那破石头对我没用，但对镇元子修炼袖里乾坤有大用。我这是在做长线投资。投资？你是为了这几枚果子？果子只是添头，我要的是镇元子手里那本地书。地书？那可是大地剑魔所画。而地书是梳理洪荒地脉、建立完整地道秩序的药。今天卖他一个人情，来日我向他借地书时，他就不好拒绝。后土，我们要下的棋是整个地道，灵宝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地道立起来，区。原来你为雾族谋划到了这一步，哪怕是极品灵宝也能随手相让。那是太一的钟声，他们在劫杀谁？红云，镇元兄，救我！第一场圣位杀劫终于引爆了。大哥就在殿内，这次你为了帮我拿到地书的人情，连分宝崖都让了，我必须给你讨个说法。说法？我那是放长线钓大鱼，不过要是能从你们这儿顺点土特产，我也不介意。白征兄弟，我都听说了，把分宝坛那种宝贝拱手让人，就为了给咱们巫族铺路，这情分我地香记下了。我有盘古玉珉护体，修的是9转玄功，若是怕了区煞气，我也不配谈什么以力正道。好胆色！既然你把我巫族当兄弟，我也不藏着，咱们要把西方地脉修好。极品先天灵宝，万法不侵，还能宁心静气，可惜了。我要的不是法宝，是你的本源，乖乖进来吧。噬灵诀，给我练！本源屏障破了，这就是净化大道。暴力拆解果然爽，有了这3碗本源，我看谁还敢说我是残次品。吞噬是掠夺，净化是提纯，这2者结合，简直是作弊器。混元金仙中期肉身，现在的我就算不用法宝，也能手撕转胜了吧？伏羲女娲入住天庭了。帝君这手牌打得快呀，
拉拢圣人战法，这是准备对巫族进行合围绞杀。想动我的盟友，得问问我这双拳头答不答应。鄙人太甚！那两只杂毛鸟竟敢拉拢胡心如啊！这是要把我巫族架在火上烤！大哥，还忍什么？直接杀上33天，我看那两只鸟能不能挡住我的骨。此时开战，正中帝俊下怀，妖族出力，根基未稳，他们急需一场大战来凝聚气运。你们现在去是给他们当磨刀石。白景大哥说的对，若是贸然开战，即便赢了也是惨胜。我们要的是在亮劫中活下去，而不是同归于尽。白整兄弟，那你觉得该如何？难道就看着他们在我们头顶拉屎撒尿？积蓄力量，以静制动。妖族要吞并洪荒势力，战线必长。巫族现在的任务是修复地脉，顺便把拳头练得更硬。帝江祖，我想借阅12都天神杀大阵。那是父神留下的杀招，也是我族底牌。你虽是盟友，但毕竟不是巫族。我炼化过盘古玉铭，修的是九转玄功，体内流着半个巫族的血。况且这阵法若有外人能参悟，或许能找出你们当局者迷的破绽。哈哈哈哈哈！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既然白征兄弟有此雄心，看了又何妨？若是你能修成，那是你的本事。这是阵图，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没有盘古精血，这阵法就是个空壳，别把自己练废了。多谢，空壳也有空壳的用法。2000年时光，加上这巫道茶，希望能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。给我！那是父神。仅仅是模拟运行，压力就堪比轰元后期。这就是盘古真身吗？结构我懂了，原理也通了，但缺了引擎。没有盘古精血做引子，这阵法就是死物。但我不需要完整的神杀大阵，我要的是那种能承载天地的肉身意境。白景大哥，你出关了，看来收获不错。2000年没被煞气冲傻，算你命大。不过看你这样子，也就是学了个皮毛吧。确实只是皮毛，所以我需要点东西来填补这个坑。这些灵材对你们来说，跟路边的石头没区别吧？确实，除了偶尔用来打磨兵刃，大多都堆在这里吃灰。那我要了。全都要？你当饭吃啊？这么多石头，撑死你也练不出几件像样的法宝。我不是用来练气，是用来练我自己。这些是我在瀛洲岛和东海收集的灵药，对治疗肉身损伤有奇效。我不占你们便宜，以物易物。这对我们太重要了，白增大哥，那些石头你尽管拿去。有了这些资源，加上之前的积累，应该足够把肉身推到混元金仙巅峰。神煞大阵缺的那把钥匙就在那上面。你在看什么？那是父神的脊梁，也是天地的尽头。看我的下一战，有些东西既然天道不给，我就自己上去拿。氪金之境，混沌原石残片，这些在外界引发血战的宝贝，在这里竟然像垃圾一样堆放。白景兄弟，这些破石头除了硬点，没别的用处。你要是喜欢，把这窟窿搬空都行。帝江子屋大气，我也不能白拿。这些灵药算是给巫族狼儿们的见面礼。这是先天灵根，还有这么多能重铸气血的万年珠果。好东西，那些被妖族变毛畜生抓伤的孩儿们就有救了。兄弟，够意思！以后这宝库你随便进，看上啥拿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有了这批资源，混元金仙中期的肉身瓶颈破之如喝水。白增大哥，你这是连地皮都刮了一层啊！炼体耗费颇大，让岛友见笑了。交易已成，我们回盘古殿吧。我有件关乎巫族命运的大事要谈。关乎命运，走。白哲兄弟，这里没有外人。你刚才说的大事究竟是什么？关于元神，我有办法让巫族修出元神。不可能！父神在上，煞气入骨，巫族天生无魂，这是洪荒铁规。铁律，若真是铁律，变数就不该存在。白征，你说下去。所谓无魂，其实是谬误，生灵皆有一灵真性。这是盘古大神赋予中的先天不灭灵光。巫族之所以无法显化元神，是因为你们肉身太强，煞气太重，后天食魂狂暴，压制了先天真性，而这一点灵光，便是你们的魂。食神压真性，你是说我们的灵魂被锁在了肉身深处？没错，就像这大殿，煞气如狂风，真性如烛火，风太大，火自然显不出来。那如何避风？如何显火？静心，将精气去燥，离水，让心与气和，真性自现。
但这对你们来说几乎不可能。但是有一人例外，后土道友，你虽为祖巫，却生于大地，土德厚重，承载万物。我，你是唯一能压制煞气，让真性显化的人。大地看似静止，实则内部蕴含无穷动能。你若能修成元神，便是巫族打破天道枷锁的那个一。若是小妹能修出元神，我族便补全了最后一块短板。诱饵撒下去了，现在该提要求了。不过光靠物象还不够，想要彻底点燃这盏灯，还需要一把钥匙。什么钥匙？哪怕是天上的星星，老子也给你摘下来。不周山之巅有一道先天不灭灵光，那是盘古大神留给巫族最后的馈赠。可是山顶罡风肆虐，非混元金仙巅峰不可登。所以我需要借势，借地道之势助你登顶。我们要去西方修复地脉，积攒功德，强化肉身。但在这之前，必须拿到一样东西来指路。何物？地书，那是大地方魔所化，能照见洪荒万处地脉节点。地书，我记得那东西在武装观那老刀手里吧？镇元子大仙，他性格孤僻，视地书为命根子，恐怕不会轻易借出。他不借，我们就没法高效修复地脉。修不好地脉，你就上不了不抽山，上不了山，巫族就永远没有元神。这地书，他是借也得借，不借也得借。镇元子，这地道之主的位置你坐不稳，地书放在你手里，只能当个乌龟壳；但在我手里，它是改天换地的权杖。那是后土部，随行的还有白行。除了12都天神煞大阵，巫族竟然再次大规模调动。兄长，巫族此行似乎是为了修复西方地脉，积攒功德，这对洪荒是好事，我们不该插手。对洪荒是好事，但对妖族是祸事。白整此人行事诡谲，从不做无利不起槽的买卖。兄长，你真的要？若是白章知道是你泄密，我既受了帝君的西皇封号，便需享这份气运，担这份因果。白章图谋越大，妖族越危险。这一局，我要让太一去试试他的深浅。紫霄宫一别2万载，白整道友风采更胜往昔。今日喜鹊临门，果然是贵客到了。父臣，上次钟离我闭关，却也觉得心神安宁不少。镇元子道友、红云道友久违了，今日贸然登门，也是无事不三宝殿。见过2位大仙。哎，道友客气。这万寿山也就是些土石草木，哪比得上巫族盘古殿威严？请。白影道友，快尝尝，这果子刚打下来，味道最是鲜美，若是放久了就僵了。草还丹天地灵根，镇元子道友这福缘确实令人艳羡。白正道友，这是何意？封锁天机，莫非是有仇家追杀之词？这道友，咱们不是吃果子吗？镇元子道友，明人不说暗话。我在紫霄宫助你夺着分宝崖机遇，那份因果你可认？贫道自然认。道友指点之恩，镇元子铭记于心。若有所求，只要不违背道义，贫道绝不推辞。好，我要借你一样东西，期限1元会。何物？半生至宝，地书。白征道友，你可知地书乃我成道之基，身家性命所系，借此物如同借我项上人头。大仙息怒，我书族借地书，并非为了私利，而是为了梳理西方地脉。若无地书指引，地脉难复，西方生灵涂炭。道友稍安勿躁，地书在你手中只是防御至宝，但在我手中，它是修复西方的钥匙，更是你获取地道功德的捷径。功德虽好，但至宝离身，所以我用鸿蒙亮天刃封锁天机。况且，道友若不借，这份因果怎么还？难道道友想带着这份因果去渡那混元劫？道兄，白正道友也不是外人，而且修复地脉是大功德，咱们……你懂什么？红云这老好人果然好用。镇元子重情义，也重因果。这地书，他非借不可。1元会后，地书原样奉还，且附带一份关于地仙之道的完整感悟。这笔买卖，道友稳赚不亏。白影道友，你也曾是听到紫霄宫之人，当知断人成道之基，如杀人父母。道友言重，我若真要强抢，何必带后土租屋前来？直接引12都天神煞大阵围山便是。地书在你手中仅是防御无双，但在巫族手中，它能梳理西方破碎地脉，地脉复苏，天道必降海量功德。大仙，这份修补西方的功德，巫族只取地脉畅通之力，天道降下的功德金光，尽归大仙所有。啊，道兄，这可是大好事啊！坐在家里就能赚功德，这白征道友简直是送财童子吗？你懂什么？人心隔肚皮。我白征愿向大道立誓，借地书1元会，切满必还。若违此事，身死道消，真灵泯灭。道友既然立下大道誓言，贫道若再推辞，便是不识抬举了。老伙计，且随资屋去一遭西方，修得功德，金身归来。道友果倦，这笔买卖，你赢了里子，我赢了面子，双赢。哈哈，
既然误会解开，大家便是一家人。来来来，吃果子论道。白净道友，你这净化大道当真玄妙，竟能洗涤元神杂质。若非我亲眼所见，定以为是天方夜谭。天下万物皆有垢，去垢则灵明。红云道友，我看你那遁术身化流云，瞬息万里，亦有独到之处。那是自然。论打架我不行，但论跑路，除却那2只杂毛鸟，除了金乌化红，洪荒无人能出我右。不知这红云遁术可有法门？我愿以净化大道的感悟手机交换。换什么换？你那净化之法刚才帮我理顺了气息，这就当谢礼了。道友若能学会，日后咱们比比脚力。红云道友，大恩不言谢，这份因果，白简记下了。此玉佩封存了我3道本源净化之力，关键时刻或可清晰明目，破除迷障。好，好，好，道友这礼物精巧，我便收下了。今日论道，贫道获益良多，这地道之路果然大有可为。既已得宝，又蒙赐教，我与白真一起成一天夫妇，洪荒便早一日安宁。2位道友慢走，待西方攻城，贫道定备下此后万年结出的人参果，为2位庆功。大仙留步。红云道友，临别之际，有一言相赠。道友请讲。这一元会内必死关，无论外界有何至宝出世，有何故友相照，切记不可踏出武装关半步。白净道友，此话何意？可是推算到了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。红云道友，那道鸿蒙紫气虽好，但也要有命去享。言尽于此，好自为之。这白景道友走就走呗，还故意吓唬人。我在武装观待着，谁能把我怎么样？糊涂！白景此人算计无双，从不无地放弃。他既出言警告，必是看到了你的死结。道兄，我可是有鸿蒙紫气护体，又是准圣修为。从今日起，开启护山大阵。我不出关，你绝不可踏出大门一步，哪怕是天塌下来，也有我替你顶着。白锦，你最后那番话会改变红云的命运吗？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！红云身负紫气是整个洪荒的移动宝库。我那句话不是说给红云听的，是说给镇元子听的。为何？镇元子越是紧张，妖族和冥河就越是急躁。只要红云不出门，这潭水就会越积越深，直到炸开。鲲鹏地郡，还有那冥河。既然你们想吃肉，我就给你们加点料。还是太慢，这般吞噬速度，想要在女娲成圣前把肉身推至极致，远远不够。混元金仙中期，如今单凭肉身之力，便足以应和先天至宝。力量有了，接下来该补齐最后一块短板了。红云的遁术胜在诡谲多变，随云气而动，无形无相。但这对我而言，太轻了。我是净世白莲，本体重若千钧，强行模仿云气的轻灵，反倒是画虎不成反类狗。既不能轻灵如云，那便霸道如光。以空间为水，以白莲为舟，炸裂前行。这就是我要的速度，爆发力堪比金乌化红，灵活性虽减1成，但多了空间跳跃的诡诈。此术便名为白莲遁术。红云啊红云，你这保命绝招，在我手中才算真正发扬光大。算算时间，巫族那群蛮子应该已经修复了西方1/3的地脉，这是一成地道功德的反馈。元阳鼎出，这点功德用来提升修为是杯水车薪，但若是用来浇花，却是恰到好处。西方教修的是功德金身，镇压气运靠的是12品功德连连。如今我手握6朵同源子灵，接引准循，你们视东方为狩猎场，可曾想过，你们的老巢也会被人反向渗透？3清的邀约嘛，正好，肉身大成，遁术完满，也该去昆仑山见见这3位未来的圣人。此印名为镇月，
乃贫道采首山之铜，辅以带以精金所炼，内含24道后天禁制，重若千钧。好剑，剑气内敛而不发，剑意藏于锋笛。正如白枕道友之性格，深不可测。这27道禁制，这怎么可能？仅仅是寻常星辰铁，竟能承载如此复杂的禁制回路？元始道友过奖，贫道不过是以叠加法取巧，牺牲了材质的耐久，换取了极致的爆发力。道友谦虚了，炼器之道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方是大宗师手法。能在后天灵宝中刻入27道禁制，洪荒唯你一人。白景道友，此前贫道自视甚高，今日方识人外有人，这炼器手法，贫道愿以玉清仙法与你互证。故所愿也，不敢轻耳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册，辰宿列张。青灵之体，却染凶兽之魂，可惜了这身好皮囊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你身具麒麟与凶兽双重血脉，本是困局。今日遇我，算是你的造化。贫道尚缺一代不脚力，念你出生不易，赐名青灵。随我修行，可愿？青林愿奉老爷为主，永不背叛。在此耽搁数日，那股心悸感不仅未消，反而更重了。看来，麻烦在前面等着我。白阵道友，行色匆匆，可是要去那巫族盘古殿叙旧？伏羲。他不在凤栖山陪女娲，也不在妖庭当西皇，跑来这必经之路堵我。贫道确实想念故友，正欲前往。道友拦路，莫非是想请贫道喝茶？茶虽好，却怕道友喝得不安心。帝俊陛下对道友的白莲遁术颇感兴趣。帝俊若是感兴趣，大可自己来问。伏羲道友身为女娲之兄，何时成了妖族的马前巢？身在局中，身不由己。既然道友不愿叙旧，那便莫怪伏羲失礼了。道友，请留步。留步？那就看你们有没有命，留得下我这朵莲花。洪绣球，妹妹，你这是何意？何意？兄长，我看你是被那帝俊灌了迷魂汤，竟要在此与白烟道友动手。女娲道友来的倒是及时，再晚半步，令兄这身皮肉怕是要遭。这是妖皇之令，巫族势大，若白针倒向巫族，妖庭危矣。糊涂！你乃那点妖族神圣，4万年修为不得寸进，这就是你的道。妹妹，这是两码事，妖族气运。你今日起，你随我回道场闭关，斩不出第2尸，别想踏出大门半步。白金道友，兄长愚钝，险些铸成大错，今日便由我带回管教，改日定当登门谢罪。道友言重了，既然你是准圣中期巅峰，看来我也得加快布局了。妖庭这把火烧得比我想象中还要旺。走，去盘古殿。白征大人，子吾们正在里间议事，请随我来。白征兄弟，俺刚才感应到伏羲那厮的气息消失了，是不是被你打跑了？没打起来，被女娲道友抓回去闭关了。倒是这盘古殿怎么多了一股焦躁之气？别提了，那群杂毛鸟最近疯了。这几百年，妖族频繁偷袭我们外围部落，不为杀人，就为捣乱。他们不是疯，是怕功德。巫族修复西方地脉，天降功德，气运金龙暴涨。帝俊那是坐不住了，想用骚扰战术拖慢你们的修补进度。确实如此。每当我们的大巫要在此处汇聚煞气修补地脉，妖族便会派人袭扰。一旦我们反击，他们就跑。若不是为了给后土妹子攒福报，俺早就带兵杀上33重天了。道姐，光靠忍是没用的，怕那我们就让他们更怕。兄弟，你有主意？换个地方说话。此事关乎后坛道友成道，也关乎巫族能否彻底压死妖庭。帝江道友，西方地脉修复尚需岁月，但后土道友没有元神，终究无法承载地道之重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只要能帮小妹生出元神，就是要俺这身骨头都行。不需你的骨头，要的是父神的骨髓。若以舟山巅乃盘古脊柱所在，存有开天辟地、财和功德经纶，必能为后土重塑元神。那地方除了父神意志，只有圣人能上得去。俺之五巫虽然肉身强横，但也扛不住那股威压啊。你们不行，但我可以。我身怀这3件重宝，且肉身已至混元金仙中期，
只要再给我5万年后期，届时我便有把握登顶不周山，取下玉髓。好，白征兄弟，你便是我巫族永远的并肩王。那就这么定了，5万年为期。在这期间，不管妖族如何挑衅，巫族主力不可轻动，只需守住西方地脉即可。放心，只要有这盼头，俺就是把牙咬碎了，也绝不让妖族坏了大事。不对，这股血腥气，因果线断裂，死招星高悬，帝君和太医动手了，目标不是巫族，是东海。好一个声东击西！东王公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别擦了，玄水，那帮杂毛鸟的大军都快把太阳遮住了，你还有心思擦剑？剑若不利，如何杀敌？天火，你晃得我头晕。坐下。我怎么坐得住？这次是帝俊审和太医亲征，那是2只3足金秧，不是以前那些小鱼小虾。十死无生。东王公呢？他在哪儿？道祖封他为南仙之首，难道就看着我们去送死？道祖不管吗？道祖若要在意，早就出手了。我们不过是用来磨砺妖族、平衡巫族的一块磨刀石罢了。磨刀石，好，那就算看看谁是石头硬，我就不信崩不掉他们几颗牙。最后一程，总得有人陪着。参见海美君，我不开启护岛大阵，就是为了留个缺口让你们逃命。天下之大，又能举往何处？妖族动手便是斩草除根，与其被追杀致死，不如死在蓬莱。主公，飞火了，我怕到了阴曹地府都没脸见人。主公，老朽这把骨头跑不动了，愿意残躯化阵，为您挡上一挡。可笑啊，我沉迷于道祖赐下的虚名，做着统御洪荒的美梦，到头来真正拥有的不过是这蓬莱方寸之地和你们这几个傻兄弟。红军弃我，天道弃我，但这命是我自己的。好，今日我们君臣一心，哪怕是生死道消，也要让这洪荒天地知道，我不只是道祖的棋子，我是东王谷。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南仙之首。来吧，大哥，这就是所谓的仙庭，一群乌合之一众，我一领人便可荡平。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，是用他们的血告诉洪荒谁才是真正的霸主。帝俊、太医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见？我在云端装神弄鬼，这就是妖皇的气度吗？聒噪，杀，一个不留。上！帝俊，你想拿我立威？做梦！哪怕自爆，我也要崩碎你妖庭一角气运！这就是先天至宝的威力吗？帝俊，我不死火山一脉，虽不问世事，但也知礼义廉耻。你身为妖皇，竟行此偷袭之事！礼义在这个洪荒，力量就是唯一的礼义。天火，你不过是除火之光，也敢在皓月前争辉？主公快走，让我来当这杂毛鸟燃魂诀！啊！这就是太阳真火！天火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围歼天庭的下场。朕给你们10息，10息之内器械跪服或脱离仙庭者，既往不咎；10息之后依然站立者，杀无赦。逃命了！连天火护法都死了，我不休假！赵胡孙散，这就是我引以为傲的万仙来朝，这就是道祖给我的南仙之首。主公，还有我们在。不必了，帝君要的是我的命，也是在诛我的心。时间到，记明，清理垃圾。谨遵法旨，小的们，开饭了！休伤我门徒！你的对手是我，刚才那一记钟声没把你震碎，算你命大。现在还要反抗吗？东王公，不仅你要死，你的道统、你的野心，今日都要埋葬在这东海之下。传令全所海域，蓬莱岛上无论草木生灵，一个不留。我要用这一岛的血染红妖族的王座。一起上路吧！报！想死？问过本皇的钟了吗？混沌阵势，定地风水火。转身自爆，还是这种距离？想要屎！蓬莱的方向，东皇宫那个废物死就死了，竟敢坏我修行，能撼动瀛洲的先天禁制，说明爆炸点就在隔壁。东皇宫这一炸，怕是把空间夹层都给炸穿了。不对，这股震动里夹杂着空间大道的本源波动。东王宫自爆撕裂了空间遮蔽，
太一用混沌钟定住主播，却反而藏在折叠空间里的方战岛给震了出来。帝俊、太一，多谢你们这份大礼，你们背负因果业力，这机缘我就不客气的笑纳了。这是空间道院，这方阵岛竟然是一处完整的空间法则迹象化之地。杨梅大仙的道场，看来这一趟被惊醒，不仅不亏，反而要赚翻了。好霸道的空间道院，这是要把我也变成这座岛的一部分。杨梅大仙的道场果然凶险，若非东皇宫那一炸，我也没这机会钻空子。帝俊忙着拼命，我忙着进货，这买卖划算。上品先天灵宝的气息，防御力堪比极品灵宝，还能遮掩天机，好东西。可惜是件女装，我堂堂7尺男儿穿这个成何体统？留着送人或者拆了敛财都不亏。继续，下一处。越往岛中心走，灵气越发粘稠。前方一座巍峨的高山上，五色神光冲天而起，照亮了半个方丈岛。五之松竟然藏在这里！有了这东西，配合净世白莲，我的本源修补指日可待。给我起！只有傻子才吃摘果，这种顶级灵根离了原土必死，老子连山一起搬走！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，返璞归真，这才是杨梅留下的真正后手。北方玄元控水旗，果然在这儿。以4件极品先天灵宝定地水火风，拱卫中央那棵树，那是剑木。这阵法非圣人不可破，想拿旗子，就得先炼化这个核心，接管整个小世界。不管你留了什么后手，见了我的肚子，就是我的机缘。不好，这不是死物，是残留的圣人意念。9个元会了，终于有人闯进了这处被遗忘的道场。晚辈白征，误入贵地，见过杨梅前辈。不必紧张，贫道早已证得混元大罗金仙，这就只是一缕残留的执念罢了。这是未来的天机，不周山会倒。盘古开天，我等魔神因他而亡，这是因；我夺舍空心杨柳重生，欠下洪荒一份养育，这是果。贫道寻来这株剑木，本欲偿还因果，奈何天道排斥，贫道不得不离去。前辈的意思是，这剑木是留给洪荒的一线生机。正是。既然你我有缘，这桩因果便转赠于你。若那一日真的来临，救或不救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贫道去也。不周山必倒。这烂摊子虽然烫手，但这株剑木和4件极品灵宝，我收下了。哈哈哈！白景兄弟，你这一闭关就是5万年，我还以为你要错过这场好戏了。帝江大哥，看这架势，妖族那边又有动作了。那2只杂毛鸟灭了东王宫，吞了仙庭的地盘，现在正膨胀着呢。若不是还要钻研你留下的那个元神之法，哼，我早带人杀上天庭了。那件事太难，进展如何？我们子无天生煞气入体，想要在那狂暴的血气之中凝练出一丝清明的元神，简直是在岩浆里种花。连大哥你也毫无头绪。我和祝融他们几个憋了几万年，除了把自己搞得头疼欲裂，屁都没练出来。不过，小妹她似乎真的摸到了门槛。后土成功了，还没完全成，但已经有了那个苗头。走，去盘古殿。白征道友，你来了。后土道友，别动气，让我看看你的状态。异灵真性已成，但太过弱小。你的肉身太强，元神太弱，就像是把火苗扔进了大海，根本无法壮大。这5万年来，无论我如何温养，它都止步于此。若再无突破，这缕真性恐怕会被煞气反噬。白景兄弟，你见多识广，可有办法破局？
寻常灵物根本承受这不止神，并让其壮大，必须找一种至高至纯、万劫不磨的宝物作为载体。至高至纯，难道是父神的遗位？没错，不周山乃盘古脊梁所化，山巅之上残留着盘古大神最纯粹的意志威压，那里应该孕育着传说中的先天不灭灵光，唯有此物能补全你的元神根基。山巅，那是禁地，哪怕是我们自巫，越往上走威压越强，从未有人能登顶。以前没有，不代表现在没有。我有鸿蒙亮天尺护体。太危险了，那是父神的威压，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。为了巫族的未来，也为了地道的觉醒，这险值得吗？你的元神若是现在枯竭，成功率不足30%，我若不去，这5万年的心血就全废了。等我回来。大哥，带到了，就是这昆仑山的西王母。稀客，那东王公刚死，你不在西昆仑躲着，跑我巫族这煞气之地作甚？贫道西王母，见过帝江自巫，见过白征道友。来者是客，这是悟道茶。若是为了那东文公报仇，这茶便不必喝了。道友说笑了，东文公狂妄自大，死有余辜。我与他虽并称男女仙之首，却无半点私交。既不是报仇，那便是来寻我巫族晦气了。不敢，仙庭覆灭，唇亡齿寒，帝俊太一野心勃勃。我若不寻一生路，下一个就是西昆仑。生路？这洪荒大能无数，道友不去求那几位圣人门徒，反倒来求我不修元神的巫族。因为唯有巫族不惧妖族天庭，也不尊那天道红军的虚名。让我猜猜，你是先去了隔壁的三清道场，吃了闭门羹吧？道友，神机妙算，老子师兄言我无陨落之意，却将我拒之门外。太上忘情，明哲保身，他们是圣人弟子，自然不怕妖族。但你的死活与他们何干？哼，那3个家伙向来眼高于顶。西王母，我巫族虽然好战，但也不是开善堂的。我们要对抗的是整个天道大势，收留你，便意味着提前与妖族全面开战。你凭什么？我乃先天至阴之气化形，若蒙庇护，愿携西昆仑上下听凭调遣。不够，我要的不是调遣，是绝对的立场。发下大道誓言，加入巫族阵营。自此之后，巫族兴则你兴，巫族亡则你亡。若我不答应，门在身后，但我敢保证，不出1000年，帝俊的河图洛书就会封锁西昆仑。大道在上，吾西王母愿率部族归附巫族。若为此事，身死道消，真灵隐灭。好，痛快！既是一家人，谁敢动你，老子便撕了他！白怎兄弟，这娘们儿虽然是准圣，但战力一般，为了她得罪妖族，值得吗？现在不值，以后值。地道觉醒需要阴阳调和，它是至阴之气，是未来地府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又是这些弯弯绕乱。对了，我看你肉身似乎又精进了。混元金仙后期，妖族有地聚太一，要想赢，我们必须更强。不周山之行，势在必得。山上的威压越往上越恐怖。你虽然强，但终究不是巫族。正因为不是，才要逆天而行。不拿那先天不灭灵光，后头就得死。大哥，帮我守好门户，我去就回。一股源自远古洪荒的恐怖意志似乎感应到了挑战者，从山巅轰然压下。白鹰猛地抬头，只见不周山巅云雾炸裂，一道无形的重压如天塌般袭来。盘古威压好得很，正缺一块磨刀石。第999000丈，盘古的脊梁果然难啃。盘古玉髓，还有先天不灭灵光，到了我手里就别想跑。元阳鼎震！现在吞噬只能提升境界，无法质变。忍住，等九转玄功能到了瓶颈再用。东西到手，妖族，你们的噩梦该开始了。白景兄弟，你真上去了，那可是父神的威压呀！回来就好，我看你气息圆融，肉身似乎又强横了几分，侥幸有些收获。但这趟不仅仅是为了我，更是为了后土道友。为了我，白金道友此话怎讲？这是老子的9转金丹，还有先天不灭灵光，有了它们，你那一丝真性便能彻底化为元神。这太贵重了，
这灵光乃是天地奇物，道友自己留着，或许能展出化身。给我，怕是浪费。小妹，这怎么是浪费？你是我们中唯一有希望修出元神的。后土，这不是谦让的时候。地道需要载体，巫族需要退路。没有元神，你承载不了未来的大因果。大因果，道友是指地道觉醒吗？是，而且妖族此时恐怕已经磨刀霍霍。你多一份实力，巫族就多一分生机。后土定不负众望。那就是元神三花，俺还是第一次见活的。关键时刻到了，看花开几品。3朵金色莲花步步放大开放，1品、2品、6品、7品、8品，一定要冲上去啊！花开9品，元神已成。成了，俺妹子有元神了，看谁还敢说咱们巫族是一群蛮子！好，好，好，天佑巫族！大哥，别笑了。小妹，怎么了？我有了元神，感应到了地道的事情。妖族的气运黑龙，地郡终于忍不住了吗？他们来了，带着杀意来了。帝红，本座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交出不周山，臣服天庭，可免灭族。臣服？就凭你这只只会躲在云里的杂毛鸟？巫族只有战死的鬼，没有贵生的奴。儿郎们，告诉他们我们是谁！不知好歹！大兄，下令吧！我要把他们的骨头一根根敲碎。既然找死，那就成全他们，杀！杂毛鸟，下来受死！弓箭绞杀！蛮力终究是蛮力，太阳真火，焚！太医，你的时间慢了。下去。2只蝼蚁也敢困我！混沌钟，镇压鸿蒙！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法则也是笑话。混沌钟果然霸道，但太医太急躁了，这打法撑不久。太弱了。不对劲，这节气比预想的还要浓郁10倍。天道在加码，他要让这2族同归于尽。既然你们依仗此山，那我就毁了它！想撞山，问过我了吗？好，在空间部面前玩速度，你是第一天出来混吗？粗鄙蛮夷，河图洛书，混元星斗！好硬的肉身，太阳真火，焚天逐海！痛快！早就想看看是你这3足鸟的火印，还是老子的火印！低贱血脉也配与本皇争辉！滚！你的对手是我们。大地束缚，震！雕虫小技，给我开！比法则，在先天至宝面前，你们的法则就是纸糊的。在宇之素舞面前玩火，蠢货！
花里胡哨。太医，没用的。不用了法则，光凭肉身，我们也足以磨死你。磨死我？好得很！既然你们想玩，那就都别动了！混沌钟，镇压鸿蟒！这就是先天之宝的终极奥义，时空禁锢。糟了！该死！凡事竟来得如此之快！定住！就凭你这只透支过度的三足鸟，时间法则逆流，混沌钟，万法不侵！我看你们能奈我何！既然你要当缩头乌龟，那我就隔着龟壳震碎你的元神。这节气怎么会浓郁到这种地步？哪怕是当年的龙鸣初劫，也不过如此。杀戮引动节气，节气催生杀戮，死循环罢了。不能再打下去了。若是任由节气侵蚀，今日两族怕是要尽数折损在此，连洪荒地脉都会被打崩。那是他们的命数，与我何干？白井道友，你有净化大道，那是世间唯一能克制这滔天节气的方法。算女娲欠道友一个人情，日后道友若有所需，女娲绝不推辞。未来圣人的人情，成交。这笔买卖划算。尽是白莲，涤荡诸天。这光，我的杀意消失了。那朵莲花是白掌。节气虽去，但这因果还得有人来背。两族即刻罢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女娲，拉偏掌拉到我巫族头上了，给我滚开！这一拳落下，你那3000儿郎便彻底没了生机。你若敢骗我，我不周山便撞断这天柱，也要拉你陪葬。圣人言出法随，绝无虚言。女皇，我妖族儿兰亦死伤惨重，既是止戈，当一视同仁。杂毛鸟，你也配？若非为了救我不死不休的族人，今日必斩你！陛下，撤吧，再打下去，妖族根基就真的断了。撤军，回天庭。止戈，不过是天道觉得这批韭菜割得差不多了，留点种子等下一次收割罢了。太惨烈了！这战，两族精锐折损竟超30%，数万年修行的生灵，一朝化为灰烬。这就是谅解。天地不忍以万物为刍狗。他叫夸父，昨日还跟我说，想去追逐太阳，看看世界的尽头。后土，记住这种无力感，眼泪救不了巫族，唯有力量和秩序可以。道友，今日多谢你出手净化节气，但这节气起得蹊跷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推波助澜。你也察觉到了，圣人之下皆蝼蚁，而这棋盘上的棋子，一旦杀红了眼，就不由自己做主了。真正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大哥，为何要停手？那太医已被我重创，只要再撑半刻，必能碎其元神。就是，咱们死了这么多兄弟，就这么放那2只杂毛鸟跑了？我不服！还要打？你们还没杀够吗？看看外面的族人，若是再打下去，即便赢了，巫族还能剩下几个？哼，
妇人之仁，战争哪有不死人的？只要灭了妖族，这洪荒大地就是我们的！都闭嘴！我也不甘心，但在那一刻，我感觉到如果不一停手，我会亲手毁掉整个巫族。那种失控的感觉很可怕。那不是感觉，是事实。你们肉身无双，可战天斗地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何妖族受节气影响，尚可在大阵中保持一丝清明，而你们一旦开战，便如疯魔般失控？百哲兄弟，你有话直说。因为巫族没有元神，没有元神，便无法寄托天道，更无法感知天机祸福。在那些圣人眼中，你们就是一群空有蛮力、灵魂大门敞开的提线木偶。你是说，这节气是专门针对我巫族缺陷的局？若不补全此缺，下次谅解，不用妖族动手，你们自己就会杀光自己。白兆兄弟，既然你看得透，可有破解之法？地道，看来计划必须提前了，哪怕现在时机未到，也必须强行落子。有，但这需要你们敢把天捅个窟窿。这就是天道给你们准备的棺材钉，因无元神，煞气入体即失智，死一个少一个。难道除了那老屎子元神，我巫族就只能任人宰割？当然不，天道算计你们，是因为你们只有利，没有德。道友是说功德？不错，龙凤大劫打碎了西方地脉，那里的因果连圣人都头疼。若巫族能修补西方，便是泼天的功德。有了功德护体，圣人也不敢轻易算计我们。不仅如此，借修补地脉之机，以地道之力反哺肉身，或许能打破那层桎梏。好，既是止戈，留在不周山也是干瞪眼。传令下去，除留守人员，举族西迁。西方贫瘠，且是那2个西方道人的地盘。那2人欠着天道大因果，正愁没人干苦力。我们去，是给他们面子。况且，有些埋在那里的东西，也该挖出来了。大哥，这一仗打得太窝囊，明明我们数量是他们的100倍，为何一触即溃？不是输在战力，是输在肉身。那群蛮子不知疼痛，哪怕剩半截身子都要咬下一块肉。陛下息怒，此战虽败，但也释出了巫族的死血。死血？你是说他们没有元神？非也，是凡也。妖族万物皆灵，草木虫石皆可化妖，10年便可成军。而巫族，孕育一名族人需数百年，死一个便是真的没了。你是说，耗？正是，哪怕10个妖族换1个巫族，只要时间足够，先灭绝的也是他们。好计策，既然正面冲杀，那不划算，那就慢慢给他们放血。传令，即日起收缩防线，但暗中对落单巫族展开无休止的袭杀，我要让他们流干最后一滴血。西皇，那座阵法推演得如何了？难。以人力以此域周听星辰，稍有不慎便是反噬。在那位自无的空间神道面前，这阵法还不够快。陛下，这是您的半生至宝，镇压天庭气运的关键。气运若不能化为盛世，便是虚妄。那12祖巫不死，我妖族寝食难安。我要一座能杀圣人灭祖巫的绝世杀阵，哪怕倾尽妖族底弹，也在所不惜。有此宝相助，周天星斗大阵可成。这里的地脉，与其说是断裂，不如说是被某种力量硬生生嚼碎了。罗图当年自爆，炸的可不只是地皮，还有西方的气运根基。这股波动，不是死物。罗罗那个疯子，果然留了后手。后土，让你的人退后3000丈。想借尸还魂，那我就把你当成养料，吞个干净。身为紫霄功课，不在洞府清修，跑来这因果纠缠之地捡破烂。西方虽贫，亦有遗珠，贫道不过是顺应天机。你的天机在投机倒账，还是在卖主求荣？道友，说笑了，贫道这就告退。道友似乎很厌恶此人，一条养不熟的狗罢了。
若非此时杀他脏手，今日便是他的死期。走吧，那2个欠债的大善人应该等急了。无量寿佛，巫族大义，肯来修复我西方地脉，贫道师兄弟感激涕零。后土道友慈悲，但我西方贫瘠，没什么好招待。哟，白振道友也来了，不在东方那府，来我这穷乡僻壤作甚？怎么，准提道友的身子骨长好了，又想试试我的亮天尺硬不硬？混元金仙后期，这怎么可能？没有鸿蒙紫气，你的肉身怎会精进至此？只修命不修性，给你们紫气也是浪费。2位道友，还是先谈谈修复地脉之事吧。是急是急，只要能修好地脉，以前的误会暂且不提。这是些许心意，给贵族勇士补气血。这么点东西，打发叫花子呢？又酸又涩，这就是西方待客之道。白正，你莫要欺人太甚。欺你又如何？别忘了，求人就要有求人的姿态。2位，别光顾着傻乐，这地脉若是修好了，功德可是海量的。这是自然，巫族功德无量，功德能提升巫族实力。你们觉得，妖族会眼睁睁看着死对头变强吗？你是说，帝君会派人来搞破坏？如果我是帝君，这会儿先锋部队应该已经到了。我的盟友在干活，没空打架。所以这安保工作就归你们了。白斩道友，这是巫妖因果，为何要拉我西方下水？地脉断了，巫族拍拍屁股，能回不周山。你们呢？这烂摊子你们守得住吗？你这简直是强盗逻辑！在这个世界，拳头大就是逻辑，干还是不干？不干，我现在就带后土走。干！为了西方大计，我师兄弟2人给你们护法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妖族的杂碎呢，动作还挺快。2位圣人预备役，该你们拼命的时候到了。若是漏进来1只妖，这地脉我可就不修了。师弟，布阵！好，绝不能让妖族踏入灵山半步。玄阳鼎，吞！玄阳鼎，吞！3品变6品，6品冲9品，这天道的羊毛薅起来就是爽。肉身瓶颈松动了，再来几次这种好事，混元大罗性仙指日可待。师兄，那是4成，整整4成天道功德。若是给我，今生至少能再破1境。莫看了，这是人家修地脉换来的，因果两清。师兄，你看，巫族的节气在消散，这怎么可能？若是让他们洗白了因果，准提道友，手抖什么？是旧伤复发，还是想给我也松松筋骨？误会。最好是，这功德金光里每一缕都刻着巫族的名字。贫道只是替西方众生高兴，激动了些。谁敢伸爪子，我就剁了谁。白金道友说笑了，地脉继承，西方大兴有望，贫道感激不尽，绝无二心。哼，节气消点只是表象，只要巫妖不灭，亮节终会重启。但这喘息之机，足够我布局了。恭喜后土道友功德圆满，看来这修为又要多亏道友谋划，只是这功德太多，我需立刻闭关消化。与镇元子道友约定的归还之期将近，我无法抽身，此宝
只能劳烦道友代为归还。放心，我会亲手交到镇元子手中，你安心闭关，莫要分心。武夷山，这股波动是先天灵宝出世的征兆。武夷山，落宝金钱，要是没记错，这可是销声草宝的机缘。既然被我看到了，那就是有缘。师伯，你的机缘，失职我就笑纳了。既然遇上了，跑得掉吗？长溪仙子不在太阴星纳凉，跑来这荒山野岭，也是为了这落宝金钱。不敢，妾身只是路过见宝光冲天，不知是白金道友在此办事。既然宝物有主，告辞。来都来了，急什么？我有笔生意想跟太阴星做。我不觉得我们有什么东西能入道友法眼。我要一截月桂树的主干枝条，带一成本源的那种。不可能，月桂乃根基，损耗本源，姐姐绝不会答应。上品先天灵宝，九彩泥山裙，穿上它，非圣人不可推算，水火不侵，万法不破。拿着。这是？这东西在我手里也是浪费，换你那枯枝败叶，绰绰有余。若你姐姐不同意，你再来东海退货便是。你就不怕我拿了东西不认账？认账？放眼洪荒，还没人敢赖我的账。你若敢赖，我就去太阴星把月桂树连根拔了。白整道友信守承诺，贫道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物归原主。此次借宝，后土道友让我转达，巫族欠武庄观一个人情。哈哈哈哈！我就说白森道友是爽快人。来来来，尝尝这刚打下来的人参果。道友，为何这般看我？可是贫道脸上有花？脸上没花。但眉心有死结，红云，你快死了。道友不可乱语，难道是因为那鸿蒙紫气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紫霄宫中3000客，谁不盯着你这道紫气？特别是那鲲鹏，妖师公已在北冥整军备战，你觉得他是去旅游的？我也知这是烫手山芋，可这紫气进了识海，我想丢都丢不掉啊。路走窄了，给的路是死路，你就不会自己开条路？红云，你的根脚是盘古心头血落入云团，云乃水风之象，心血乃火之象，而镇元子道友乃戊土之精，主地之象，地火水风，此乃重演混沌、开辟世界的4象基石。你二人若能联手，以地书为基，红云你斩去水火风3生，再与镇元之合修地道，4象合一，无需鸿蒙紫气，亦可正得混元。妙啊！这才是真正的逍遥大道，比起那天定圣人的傀儡之位，这才是生路。听君一席话，红云，悟了，多谢道友救命指点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法子我给了，但能不能活下来，还得看这一劫怎么过。我在武庄关泄露天机，此刻鲲鹏与冥河怕是已经坐不住了。红云啊红云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看见夕阳了。老爷这修的究竟是什么道？连我的神魂都要被吸进去了。好美，这就是归宿吗？醒来！嫌命长了，那东西连准圣看了都会道化，你一只太乙金仙凑什么热闹？老爷恕罪，小的刚才像是着了魔，控制不住自己。吞噬大道圆满，肉身混元金仙巅峰，如今哪怕不靠法宝，我也能硬含弟兄太一。
红军或者说天道，这就坐不住了。只要我不死，这洪荒的棋盘，太阴星那2个女人的事你办得不错，这是吞噬大道的一丝皮毛感悟，拿去闭关。不到大罗今天别出来丢人。谢老爷赏青林，定不负老爷厚望。算算时间，那个捏泥巴的人应该快崩溃了。活过来，快活起来！为什么明明造化大道已至9成9，为何造不出真正的生灵？鸿蒙子期为何还在躁动？当局者迷，你的道没错，是你的材料配不上你的道。白锦道友，这是巫道茶树。凡土怎在灵运？这一地的烂泥，就算捏出花来，也只是死物。你要造的不是妖，不是巫，而是承载天地气运的主角。既是主角，又岂能用凡物？3光神水，对，还需要9天息养。成圣自然好，但你是想做天道手里的提线喂狗，还是想做执掌乾坤的混元大罗？道友，此言何意？红军老师曾言，圣人即是混元。那是他骗你的。圣人寄托天道，不死不灭，却终生受制于天道。混元伟力归于自身，逍遥万境，天道亦不可辱。听着，接下来的话我只说一次：造人是大功德，足以让你成圣。但在那之前，你还有一个机会，利用这造人的一刹那感悟，先不引动功德，强行以力正道，突破混元大罗精炼。这怎么可能做到？若是旁人做不到，但你有巫道茶，有这造人天机，先正混元，再接引功德补全圣位，双重正道，既想圣人不死不灭，又得混元逍遥自在。女娲，这才是真正的众生之母。警告也没用，这颗种子种下了，天道你拦不住。白整道友，若我身死，请护我兄长伏羲周全。放心，你会赢的。